哎呦，督军回来了！恭迎督军凯旋！恭迎督军凯旋！恭迎督军凯旋！路常开，好几度常。小姐，督军都快到门口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听曲啊？来就来呗。什么？我那素未谋面的老公回来了！5年前，我意外从现代世界穿越进了一本民国小说，成了3省司令之女，还嫁给了南阳总督军。可他却在迎亲路上去了战场，全军掉头！所以我整整5年都没有见过我这位军阀老公。这不是刚才我看小说里的场景吗？穿越！虽说咱们当年是逼婚，可他也不至于大张旗鼓的带个二姨太回来。一会儿咱们就带人跟他干一架。原书里这个原主确实嚣张跋扈，但可惜我才看到第2章我就穿越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后面的剧情啊！你去找几个人。来了，放鞭炮，鸣锣鼓，快！新时代贤惠媳妇指南第1条：老公纳妾，我放炮。不是听说尹司令的女儿嚣张跋扈至极吗？这督军带着二姨太回来，这又是放鞭炮又是敲锣的，那不是疯了吗？你知道什么啊？5年前南阳沦陷，他趁机用尹家军权逼婚，要不是为了守住南阳，督军根本不可能娶她。如今尹司令也去世了，他肯定担心自己地位不保，赶紧想办法讨好督军呗。您瞧见了吧？全村人都来看你笑话了。我说过什么来着？乱世之下，只有金条和小命最要紧。男人嘛，有几个知心的小郎君就够了。皮相还算尚可，就是脸大了点儿。欢迎督军凯旋。才5年不见，夫人就不认识你。我去，这才是傅南城啊！这身材，这长相，他竟然是我的合法老公。尹新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原书中他可是个杀伐果断、饮血止渴的残暴军阀，别被他的美色所迷惑了。督军还真是带回来个娇娇娘呢，二姨太还真是绝色佳人。督军向来低调，夫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做什么？莫不是不瞒我，故意让我难堪？二姨太，你误会了。督军凯旋归来，又纳新人入府，我当然要好好招待你们呀。好一个尹新月，不仅以退为进，还公然羞辱我是个妾室。督军，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就把这些人换了，可不能委屈了我们娇娇娘。没想到吧，傅南城，我居然没有跟你闹。5年没见，没想到尹司令之女竟也扮起乖乖女了。督军，你舟车劳累，肯定很辛苦吧？快入府休息吧，奶奶还等着呢。哦，奶奶还说了，二姨太是外室，不得入老宅。督军若是要看老太太，便独自入府。督军，老太太身体不太好，你先回别院吧。贱人，居然搬出老太太给我下马威！等督军帮我阿爸打开了尹家港口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督军，快入府吧。
才5年没见，夫人越发没有规矩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傅南城不是个好伺候的东西，得赶紧想办法离婚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柳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居然还敢把她那为二姨太给带回来！你如此作为，你让新月的脸往哪里放啊？奶奶，不就是那个妾吗？你要是不喜欢她，就让她住在督军府，那儿宽敞，在那10个8个都住得下。宽敞？行啊，棺材里宽敞。你现在去躺在中间，让那些小老婆给你在两边哭丧。老太太战斗力爆表啊，好听爱听多嘛！奶奶，我去给您端碗银耳汤，您和督军好好说说梯几话啊。你这5年不在家，全靠新月照顾陪着我，她是难得的好姑娘，你莫要辜负了她。就她，嚣张跋扈，刁蛮任性，目中无人。奶奶，您真是老了。人是会变的嘛。他爹已经没了，他弟弟又远在香港，那你是他丈夫，你再不护着他，这吃人的事，你让他怎么办？那也是他自找的，从他要挟我那天，就该料到有今天。你不是想让我阿爸派兵帮你吗？娶了我，我阿爸的兵随你调。用港城3省和10万尹家军换督军夫人的位置，尹家可真是大方，但老子最恨别人威胁我。傅南城，你娶了我，换南阳百姓和5万傅家军的命。不苦。你过来，过来呀，蹲下。这些年要不是新月给你守着后方，哪有你副督军的今天？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敢玩那新做派和新月离婚，你就再不要回家见我了。奶奶，这是刚熬好的银耳汤，您尝尝。督军，尝一尝吧，这是我亲手熬的。放心吧，没毒，可好吃了。好好好。你想烫死我呀？哎呀，这是我刚熬好的，忘记给督军吹吹了。真是嚣张！老子迟早要一枪崩了这个狗女人！奶奶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回督军府了。你敢？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，也得给我住在老宅。5年前你结婚的时候就没有和新月圆房，如今你回来了，无论如何给我把洞房入了。我去，差点忘了这一出了。如今我得了老太太欢心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我这个孙媳妇的。啊，奶奶，这件事情急不得的。督军刚回来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他那个身体好得很，再不和他圆房，外面那些狐妹子可都盯着呢，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你今天要是不和新月圆房，日后就不要再回来见我了。慢走啊，奶奶。你给老太太下了什么迷魂汤？
连圆房的事都安排妥当。那个，其实也不用圆房了，到时候我跟奶奶解释就行了。督军这么忙，就……我今天就住在这里，和夫人行周公之礼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不会真的要圆房吧？这傅南城怎么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？原书到底怎么写的呀？狗女人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我靠，我怕什么呀？我一个21世纪过来的女性，跟自己的老公睡一觉。再说，他这长相身材，我也不吃亏。督军不是要和我行周公之礼吗？快点吧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你还真是不知羞。督军，你都纳了2姨太呢，还玩保守这一套呢？这个狗女人居然是在吃醋。我今天留在这儿，只是不想让老太太担心，我不会跟你行周公之礼的，放心。我就知道，你也很讨厌我，对不对？你肯定不可能跟我圆房的呀。不如咱们离婚吧。你怎么前一刻想跟我圆房，后面就要跟我离婚？你心里在耍什么谎？督军，你误会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俩何必相看两厌，互相折磨呢？不如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两全其美，对吧？这个女人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莫不是脑壳出问题了？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演戏吗？刚好，我也是个戏精。老太太说看见屋里还长着灯，便让我送了安神茶过来。督军和夫人早点休息。不过是一个傅南城，竟然把老娘给整紧张了。怎么会这么热？头也这么晕。你这个小郎君，皮相尚可。看来宗主真是铁了心，想让我和他同房啊！老夫人，怎么样？茶已经送过去了，少夫人也喝了。可是督军对少夫人的态度，万一……其实啊，南城对新月呀，也并非没有情分，就只是他那个嘴呀，比石头还硬。当年他若真的不愿意娶新月，那谁又能逼得了他呀？既然娶了，那便是认定了的。所以呀，咱们要推推他。你赶紧去把那个军医呀给我叫过来，好好的教教他怎么说话。好的。督军，夫人种的是依兰香，这是前朝宫里传下来的，没有药可以解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赶紧说呀！行男女欢好之事才行，否则夫人定然会气血逆流，暴毙而亡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毕竟是老太太吩咐的，我不敢不听啊。难道真的要本督和这个女人圆房？趁人之危，简直是凶煞。算了，我同他本是夫妻，就算真的与他有夫妻之实又如何？
你这个小男模，怎么跟傅南城长得一模一样啊？男模？什么是男模？哦，对了，在你们这里应该叫面首郎君。小郎君，姐姐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平时也这么浪吗？都是成年人，你装什么装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！怎么是傅南城那个？不是要圆房吗？还不快点儿！这不是你自知。你干嘛？要干什么？别乱摸！让我看看你的枪。这胸肌，这手感，这梦也太真实了吧！摸够了吗？我去，昨天晚上真的和傅南城睡了，可我怎么没有感觉呢？难道傅南城不行？扶我起来！不是吧？这就伤了腰了？老子迟早有一天要崩了你！你不会是怕我把你不行的事情说出去，要杀我灭口吧？你要不想一想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？我，你干什么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上床开玩笑。咱俩不是那种可以上床的关系。你刚才让我看看你的枪。不是，你别在这发癫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？最新的活朗宁，让我看看怎么了？人家吃了春药都是发情，你在这发癫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敢骂老娘！尹新月，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。看什么？你过来扶一把呀！力气太大了。您的腰伤还没好，好歹悠着点。迟早有一天，那就崩了他。您用哪枪吧？小姐，老太太去了宝华寺上香，说要在那里住几日，让你今日不必去请安了。这个老太太还知道躲起来。小姐和督军昨晚，我刚刚可都听见了，督军的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傅家是留不得了。叶心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知道督军的腰伤还没好吗？你竟还敢勾引他！他原来是有伤，难怪狗男人疼成那样。你呀，也就是赶上好时候了，不然现在你还得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的向我奉茶。督军昨晚不过是一时兴起，
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哪个新娘子独自成婚，你早晚会被赶出督军府。二姨太，我和督军啊，毕竟是5年未见的夫妻，他有些激动，很正常啊，你懂的。这个女人竟敢坏老子名声！没想到督军平时装的一本正经，私下玩的挺花呀。当初你可以仗着你阿爸，如今你还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哼，我阿爸如今可是统管苏城的司令。这乱世之下，今天是司令，明天就不知道是谁了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一枪崩了你，督军也不会怪我任何。你干什么？你莫不是忘了，我在司令部长大，从小玩过的枪比你看过的子弹都多。叶心远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这样对我，督军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幸好这几年为了保命苦练枪法，又有原主的 buff 加持。叶心远，你要是这样对我，督军会杀了你的。你家督军手里有10万兵，都是我尹家的，以后少拿他来吓唬我，不然下次我打的就是这个地方。滚！看来督军确实是顾及尹家军，才一直拖着港口的事情。叶心远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迟早要亲手杀了你！难怪这个女人昨天一眼就能认出我了。我早就听闻夫人嚣张跋扈，谁也不放美夫人。没想到玩枪也这么厉害，真不愧是尹司令的女儿。来，律师，请喝茶。谢谢夫人。不知夫人您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？离婚。夫人，你这业务我接不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总统府早就颁布了律法，女子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。就是，钱不是问题，这个业务你必须接了。夫人，您是督军夫人，要是督军不同意，您提1万次也没用啊。放眼整个南阳，也没人敢接您这个单呀。唉，果然乱世之下，律法和公平都是建立在军阀的枪杆子下。那，你给我写份离婚协议吧。按照婚书上写的，这离婚之后，嫁妆我全部带走，那10万尹家军和港城3省，他全部得归还给我。可是小少爷现在身在香港，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，这要是拿回来了，谁接管呢？难道你想当女军阀？也不是不行啊。逗你的啦！如今这世道啊，人命如草芥，女子命更贱。别说女军阀了，就连大院里的女人都是有了今天没有明天。这傅南城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军队的，我得趁早讹一笔钱，拿钱跑路。督军，我今天就是去拜见了一下夫人，她居然拿枪指着我，还骂了我一顿。
督军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住在老宅，你住在别院里，平时你们见不到，他也碍不着你的眼。那要是让我爹知道，我刚到南阳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那你觉得他还放心把苏城的生意交给你吗？这港城3省，那是尹家的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你就撬不开港城的口。别忘了你爹让你来干嘛的了。不能坏了阿爸的大计。来日方长，我有的是机会收拾那个贱人。我以后不去找他就是了。那今天晚上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，好不好？我阿爸还等着抱外孙呢。我去，傅南城玩的这么花吗？站住！完了，男人最烦这种时候被打断了。对不起二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继续。我让你走了吗？这个贱人又来坏我好事，坏了本督的好事，你就想走啊？这不关我事啊！我怎么知道你们白日宣淫啊？闭嘴！我不会说话，你别说话。督军不要生气，夫人独守空房这么多年，自然是不懂男女欢好的情调了。哎，你也先回去吧。那我晚上等督军过来。你别走啊！我当然不走，我找你签离婚协议。我不打算离婚。你不打算，我打算啊！我们俩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，干脆离了好了。而且你看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离了婚，军队和港城都归你。不离，太贵了。那你可以先付一部分钱，剩下先赊着。而且到时候我拿钱跑路，两不耽误。不是，老太太刚说要抱重孙子，你就要离婚，你疯了！老太太要抱重孙子，好啊！你要是现在不签订离婚协议，我现在立马就在外面借个种，好歹多少也是傅家的香火。我看你敢！哎，当初嘛就逼着我跟你结婚，现在又逼着我离婚，你要逼死我呀！这个狗男人真是记仇啊！傅南城，咱们婚约上可写的清清楚楚啊！你要是纳了新房，我可以立马收回港城3省和军队的。现在我只有你这么一点点钱，算你赚了，对吧？看来他是在试探本督对尹家的态度。我提醒你，现在这是老子的地盘，老子说的算。你要是再敢跟我说离婚，我就一枪崩了你！该死，我就说得带把枪防身吧。把他送回去。夫人，好了，以后我不纳妾了。二姨太就是权宜之策。督军这是在哄夫人？我管你纳不纳妾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拿钱跑路。夫人果然嚣张，居然敢和督军提离婚。跑路？现在这整个地方都是我的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跑到哪儿我都给你抓回来。行了，把他送回去。行吧，夫人。你最好给我多纳几个妾，你纳1房妾，我给你放鞭炮；你纳10房，我给你开戏班子。我早晚把你这个督军府给你开成幼院。我说怎么好端端的提离婚呢？原来是吃醋了。哼！尹家军不是誓死禁烟吗？要是尹新月染上了大烟，尹家还有什么资格守着港城？二姨太是想，可柳司令说了，港口一日不开，大烟就绝不能入南阳，不然会毁了大计。我就不信，这南阳城里找不出一块大烟。当真？二姨太放心，侯勇是柳司令的人，
可尹新月狮子大开口，督军没同意。众筹怎么打发他呢？不就是钱吗？咱们替督军付了就是。可那笔钱是柳司令让你用来疏通港口那些人的。你懂什么？没了尹新月，督军就不能再拿尹家做借口。这港口一开，阿爸还会在乎这点钱吗？走吧，去送送咱们这位督军夫人。唉，我原本以为把军队还有地盘交给他，他就会同意。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，我要的很多吗？100万大洋好像确实有点多吧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咱们给了他10万军和3省地盘呢，要点不得。按照婚书上的约定，只要他纳妻妾，那10万大军就得还给我。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难道他真的喜欢二姨太，要美人不要江山？哎，管他做甚，反正我们一定要趁早跑路。督军，二姨太的事，你要不要跟夫人解释一下？不用，之前不是缴获了一些珠宝首饰吗？你挑一些给他送过去。好，全部给他送过去。啊？他当时家境富家的时候，夫家落难，没过什么好日子，就当补给他的聘礼。好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打仗，想必也拿不到那么多钱。不过嘛，这价钱可以谈。那咱们少要点。送钱的来了。我听说你要和督军离婚，这是10万大洋，拿了钱赶紧走。二姨太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跟督军离婚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自己和督军提的离婚吗？是啊，不过我仔细想了想，督军是我一生的挚爱，得加钱。说吧，你要多少才肯离婚？100万大洋，你怎么不去抢啊你？难怪督军不同意，这个贱人还真是敢开口。哎，别着急嘛，这价钱咱们可以谈。说吧，你们最多能出多少？20万大洋，多1分都没有。Yes， 小三给钱让原配离婚这种好事，终于落在我的头上了。成交，拿钱吧。刚好20万。可乐，收拾东西走人，给二姨太让位。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东西。啊，你先别说，让我猜一猜，他肯定是感动的痛哭流涕。还感动呢？夫人带着可乐跑了。跑了？我去送聘礼，家人说夫人牵了这个就跑了。立刻封锁码头，老子要一枪崩了他！哼！这柳依依轻轻松松就能拿出20万大洋，你说这柳家在苏城到底做什么生意？肯定不是什么好购的。真是的，但凡能赚钱的都不是好门路。你说的对。哎，对了，我弟弟家在哪儿，你记得吧？咱们到了香港，咱们就去找他。放心吧，都在脑子里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走走，去这好像是督军那边啊。
废话，你去那边，是他地盘，不是他的兵是谁的兵？快！啊，不会是来抓我们的吧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得到消息。躲在低一点，没发现就跑不了了。好像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。我说你是不是？尹新月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你跑不出去？放我下来！放下来！我知道我要的有点多，但是现在二姨她已经替你把钱付了，咱们俩钱货两清，互不干涉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真的是尹司令的女儿吗？你真的是尹司令的女儿吗？哎呀，我难道暴露了？那更得赶紧跑了呀！你连柳家的钱都敢拿，你不要命了？我真是笑了！你在这半斤八两呢，你都能和柳家那种匪寇结亲，你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忘了你当初怎么逼老子结婚的？不就是原主逼婚吗？至于这么记仇吗？而且这5年我已经替原主尽职尽责了呀。可是我现在后悔了呀，你总得给人一个悔过的机会吧。我现在就是后悔和你结婚了，我就想离婚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我来个软的。当年我刚嫁到南阳的时候，你就去了战场，这些年都是我替你撑着夫家，我该做的我也做了呀。你一个人在战场上，谁知道你万一哪天没命了呢？我就是想在我最好的年华里面安稳度过，我有什么错啊？1年。什么1年啊？1年之后我跟你离婚，我会派人把你安全的送出去。但这1年你把督军夫人的位置给我做好。你要是再敢跑，这个狗男人到底为什么不肯离婚？算了，先答应他。成交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在这1年内，咱们只能是假夫妻。我可以在外面陪你演戏，但是一到时间，你就得给我一大笔钱放我跑路。而且在这1年里面，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，特别是自由。还有一点啊，万一陪你出席什么场合，酒会啊、舞会啊，你要摸腿、摸腰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必须得加钱。那小姐不离婚了？当然得离啊。不过现在这个狗男人不放人，那怎么办？不慌，先把他稳住，到时候想办法赶紧跑。我去，这都是什么呀？督军说了，夫人当年嫁进来傅家，傅家落难，没有给您准备聘礼，这些都是补给您的聘礼。5年前让我一个人成婚，看来督军是对我有愧，打算重新娶我。放回去吧。啊，不行！送出去的聘礼泼出去的水。可乐，快，赶紧搬咱们院里去。叶心月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我骗你什么了？是督军把我抓回来的，不信你可以出去打听。既然你没有按照约定离开，那就赶紧把钱还给二姨太。唉，这钱啊，我也想还，但是呢，被督军收走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赶紧给我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那咱俩现在就去让督军把钱给吐出来。走。看来真的被督军拿走了，可是这笔钱没了，该怎么向阿爸交代啊？行了，不过20万而已，督军拿了便拿了吧。二姨太
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叶心月，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夫人，柳司令那边已经知道了，可尹轩现在没走，该怎么办？咱们现在就去找督军。我倒要问问，督军为何不愿意离婚？我就不信了，他不顾及我阿爸。足足20万大洋呢，咱就这么吞了？估计这笔钱都沾着血呢。找个机会捐到孤儿院去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，太好笑了！你们到底有什么新鲜事儿？全说出来呀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！还真有。我之前不是在北边待过吗？我进大帅府唱戏的时候，哎，你们猜我遇见了谁？遇见谁了？苏城柳家柳司令，就是督军二姨太他爹。那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苏城柳家本来就在北边啊。姐姐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柳家之前是土匪，那烧杀抢劫无恶不作。你说他为什么能成为苏城司令，又为什么能成为北边军政府的座上宾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否死大雁。南北两边总统府可都下过禁烟令，这发现可是要枪毙的呀！哎，小点声。这下令的稿子就是大帅府发的，但他却是北边最大的烟毒贩子。柳家为了绑着他们，连运输大烟都是军队护着。哎，这军委的钱啊，都是由大烟贩子分的利，他们呀早就蛇鼠一窝了。难怪柳依依随便就能拿出20万大洋。我早就听说这北边烟馆遍地，根本没人管，原来都是真的。是，男女老少都抽。婴儿从出生就在烟雾缭绕中长大，随后又从父母手中接过烟枪。还好我们这边有尹家和傅家守着，他们最恨大烟的。现在啊，到处征战，听说北边军政府的胃口越养越大，所以柳家把这二姨太塞给督军，就是为了让督军打开港城的口，让大烟进入南边。唉，你真的是尹司令的女儿吗？你忘了你当初怎么逼老子结婚的？原主的父亲死守港城3省，就是为了不让大雁流入国门一步。后来父亲病危，各方对港口虎视眈眈，所以才有原主搭上一切，逼婚赴南城。这港城3省归属尹家，这尹家军禁烟的决心可是举国皆知啊！哼，就他还举国皆知。督军既然娶了柳家人，想必尹家呀也已经谈妥了。现在这个世道，这些军阀土皇帝哪会管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呀？小姐，督军一直不同意离婚，难道是想拖着你，然后想办法打开港口？我现在就去杀了他，赴南城这个卖国贼！尹家是绝对不会同意开港口的。我当然是不能跟他离婚了。尹新月他不是说了离婚他不要军队和地盘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要是督军知道他身边有阿巴百通的人就完了。督军，好了，他就是不满意我把你给带回来，所以拿离婚试探我。我要是真跟他离婚了，他就会立马收回尹家的军队和地盘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他那么嚣张跋扈，我又何必留在身边？还有啊，你平时少去招惹他。好一个尹新月，
差点就中了他的当。等港口一开，我就亲手杀了他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为什么不同意离婚？为什么不同意离婚？你又要作什么妖啊？把离婚协议给我。晚了，现在就算是离婚，港城三省和尹家军已经是我的了。这离婚协议书不是早就被杜鹃撕了吗？你是想利用我和尹家军的关系，拖延开港口的时间，从而查清柳家背后的势力，还是说你想借着港口和柳家分一杯羹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倘若你和柳家沆瀣一气走私大烟，我10万尹家军必定血洗你杜君府。那你既然知道了，倒省得我藏着掖着。你这个狗汉奸，卖国贼！就算你把我关起来，尹家也不会同意开港口。你放开我！别喊了，你自己看看。求求你，给我救一个，救一个！我媳妇刚生了儿子，卖给你，全部都卖给你，给我抽一口，抽一口！我有个女儿，8岁了，马上就可以接客了，都卖给你，全都卖给你！区一个苏城，我之所以不打进去，就是因为我的枪口从来不对准百姓，而柳家用苏城10万百姓的性命来跟老子赌，留着他们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，只要活一天，在老子的地盘就绝不可能出现大烟。喂，那你有嘴你就说嘛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你早就和柳家沆瀣一气。之前你逼着我跟你结婚，怎么这次我回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？天杀的，小说我又没看完，我怎么会知道剧情吗？我们一旦离婚，傅家和尹家2家决裂的消息传出去，一定会有人借此发难。到时候南阳和港城就会和北边一样。虽然是穿越了一部小说，但这也是我华夏大地狱同胞。离婚的事可以先放一放，但卖国贼必须现在打。虽然我还想苟活，但是我尹新月毕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共同打柳贼的战友了。不过你只需要在杜鹃夫人的位置上坐好，其他的交给我就行。但是我们之前谈的条件不能改变。1、2、3，好看好看！少夫人，快，老太太出事了！奶奶近些年意志调理的不错，怎么会突然这样啊？唉，老太太毕竟年纪大了，又气郁多年，再怎么调理也是治标不治本，恐时日无多了。可乐，送郎中出去。老太太本想着去庙里住些日子，不曾想刚到就晕了过去。奶奶，新月，这些年多亏了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以后南城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狠狠收拾他。奶奶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本是个孤儿，穿越过来后，一直得老太太呵护宠爱，才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。我竟只顾着离婚跑路。奶奶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就是去山中受了凉，休息几日就可以调养回来了。再说了，
您不是一直盼着等南城回来，我们俩夫妻和睦吗？所以啊，你要好好的调养身体，好好的看着。人已经走了。哎，走了。老太太也真是的，竟编这么个理由来留住少夫人。哎，现在没感情，就慢慢培养嘛。南城要是错过了新月，他得后悔一辈子啊！那我可不能让这么好的孙媳妇跑了。你赶紧去，让郎中给南城好好调理一下身体。这是我屋吗？我屋东西呢？报告夫人，人都搬到他院里去了。尹新月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哎呀，既然都已经不离婚了，那夫妻哪有分房睡的呀？再说，我也想行使一下妻子的权利。切，真是开不起玩笑。以后你睡那儿。不是，本都能睡在沙发上吗？我这还不是为了让奶奶安心啊，她就是为了让我们夫妻和睦。她可是你的奶奶，你就不能演演戏吗？这身段，这腰线，想睡床也不是不可以。这大后背，这腰臀比，这居然是我不花钱就能享受到的零元看吗？虽然是演戏，但好歹夫妻一场，让他尽点夫妻的义务，总归是不过分的吧？看够了吗？我可不是主动要看你啊！过来。狗男人，还玩霸总这一套。坐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让我坐下吗？我让你一个人坐在沙发上。装货，居然跟我玩欲擒故纵！既然如此，这妇道不熟也罢。帮我上药。很疼吧？小伤而已。我说的是你这个枪伤。不记得了，当时昏迷了半年。狗女人，不会是对老子起了歹念吧？行了，你去睡觉吧，我也要睡了。别坐我床上了。装货。每天起床第一句，先给自己打个气，努力，我要努力，早日飞到香港去。你坐那夫人做什么了？好端端的咋就疯了？她想勾引我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！让老子一把就推开她。好。老夫人，督军昨晚睡的沙发。睡沙发？那郎中不是说南城身体没毛病吗？督军自有心思重，他这心里啊，被夫人逼婚一事有些芥蒂。周妈妈，你不觉得咱们屋里头缺点什么吗？啊！啊！我床呢？老太太让人搬走了。你让祖母干的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虽然贪财好色，但我是一个正人女子。那我以后睡哪儿？既然
我已让你记在我的屋下了，不如我勉为其难的让你记在我床上。不如我勉为其难的让你记在我床上。哼，你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这么一看，狗男人还真的有一副好皮呢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对本都有非分之想，本都对你没兴趣。装货！是你跟我说的，咱们两个扮假夫妻一起演戏，怎么你还加了一场床戏呢？死嘴！你当时到底在装什么？你不会不行吧？是不是想试试？狗男人就知道玩欲擒故纵。少和本都玩这些把戏，一边去！不许超过。再超过，击毙你，信不信？装货！明天就去找小郎君。狗女人，果然对老子有非分之想。狗女人睡着的时候还挺好看。是不是督军来了？督军派人来说，老太太身子不好，近日都得住在老宅。叶星月这个贱人，为了勾引督军几次搬出老太太，要不是留着她还有用，我真想现在就去杀了她。督军一向孝顺，要是老太太在老宅出了什么事儿，跟二姨太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叶心月，一旦老太太出了事，我看督军还会不会留下你这条命。祖母，该喝药了。哎呦，这药也太苦了，你去给我拿些蜜饯好不好？好，我去给你拿。都喝完了，那就再多奖励祖母一颗蜜饯。赵妈妈最近干活不仔细啊，花都枯了也不知道换一个。难道老太太没有喝药？给祖母请安。今日叫你来，就是提醒你，傅家容不下柳家人，也容不下你那些下作的手段。傅小姐还是趁早，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好。傅家那些糟粕事儿，你可比我清楚。现在装什么清高啊？这些年，要不是我柳家向傅南城送军需，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见到他吗？只要我还活着一日，哼！你柳家的这朵花，别想插在傅南城的床头上。那我们走着瞧啊！他日我定亲自为祖母披麻戴孝。叶心月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就是打你，还需要挑日子吗？贱人，你信不信我？身为妾室，目无尊长，不敬祖母，打你2巴掌都是便宜你了。你既然做了督军的妾室，
就应该遵守傅家的规矩，以后再敢以下犯上，军法伺候。尹新月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是心月疏忽了，让祖母受惊了。不碍事，倒是你刚刚说的话。祖母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刚刚看新月的反应，想来是已经知晓南城纳妾的真相了。老夫人，那接下来我们可得好生提防着。暗箭难防，你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去庙里住一阵，先躲起来。躲起来？啊！新月说过，遇事莫慌，大不了躲起来苟一苟嘛。我可不能成为我孙媳妇的拖累呀。夫人，1个小时后会有车来接您。您今晚需要陪督军出席晚会。好，我会准时到的。夫人早就说过不让你们来揽月轩，你们还来做什么？我是来好心提醒夫人，今日晚宴来的可都是政商两季的权贵。夫人啊，可得好好收拾一番，莫要丢了督军的脸。就是，二姨太好意提醒，你们别不识好歹。看来又是一出好戏。二姨太，今晚可是总统府给督军办的庆功宴，来的都是大人物，你怎么还让那个贱人出风头啊？哼，北边张大帅的儿子最喜欢在牌桌上逗别人的女人，而且号称鬼手，从未输过。今晚他也来了。二姨太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张少帅从督军手里要人？没错，督军怎么可能为了他和张大帅撕破脸？今晚这个贱人就是督军牌桌上的筹码。叶心月，老太太跑了，让你逃了一劫，今晚在劫难逃。督军，你受伤了？哦，小伤，不碍事儿。咱们走吧。督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晚上舞会嘛，可能会跳舞，我先熟练一下。那督军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，演戏什么的我最在行了，特别是跟帅哥演戏。哟，副督军身边还真是不少绝色美人啊！那今天这牌局可有意思了哈！督军今日不想打牌，张少帅请自便。把烟灭了，我他妈抽根烟走。陆南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过是抽了根烟，你在老子的地盘，这就是规矩。狗男人果然残暴。副督军，不过今天来都来了，不如就赌一赌。我要是赢了，这个女人归我。敢拿本督军的夫人当筹码，你有几条命拿来赌？什么？这是尹新月？他妈的，柳依依那个贱人竟然算我！但是只要把尹新月弄到手，那相当于把港城弄到手。
那老子还需要看他的脸色吗？哼！副督军，我有一艘船，马上到南洋。我要是输了，船上的东西都归你。那可是2万箱阿莫西林和1万支德国步枪啊！阿莫西林、德国步枪，眼下的情况，怕是100万大洋都买不到的东西。我看你还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吧？喂，跟他赌，这个枪和药都是战场上的刚需货，必须放手一搏。我直接把他杀了，抢过来不就好了？你傻呀！你明抢就等于开战，我们必须得让他们乖乖送给我们。我跟他赌，输给一个女人，他们若开战，才是真输不起。我跟你赌。哼，一个女人跟我赌，输了可别说本帅欺负人啊！既然我是赌注，那么规矩我说了算。行，今儿我就给你个面子，赌什么你说了算，省得说本帅欺负你。干嘛？跟天赌。6发子弹，只剩1发，谁活谁赢。要赌就赌大的，怎么你不敢？呵呵呵，就没有本帅不敢赌的。该你了，傅南城，你不会真想让这个女人要了我的命吧？你自己要跟他赌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了一个女人得罪我，不怕北边给你开战吗？今日宜发疯，夫人请随意。要么跟我赌，要么认输，否则今天别想离开这儿。我要是出了事儿，谁也别想活。我手里有10万的兵，我的男人手握整个南洋，你以为我怕你？原来夫人才是执掌军权的大佬啊！督军抱歉了，我以后得换甲方了。少帅，这里是南阳，我们没多少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把借火弹给他们，少帅，我说把借火弹给他们。谢了。傅南城，你给我等着，北边不会放过你。走。尹新月，你还有多少手段是本都不知道的？这姓张的贪生怕死，又受不得激将法，怪我喽。你就算是不逞能，本都也不会输。我不想你拿命去做督主。要是能用我这条命给督军换来枪和药，也值了。这个狗女人，居然愿意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。对本都来说，那些枪药不算什么。这个狗男人还挺入戏。这边请。这个贱人真是有手段。今日的晚会是特地为督军凯旋而办，眼下最红的歌星叶小云都来了，接下来就为督军献唱。哎，看来又要纳妾了。
傅南城，你夫刚何在？说什么疯话呢？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丹亭，一山香，则无山亭。不知我刚刚为督军唱的歌，督军可还满意啊？又想给督军送女人。叶小姐的歌声虽然动听，但比起我们夫人的，那还是差远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督军听惯了夫人的歌声，叶小姐的自然是入不了耳了。叶小姐可是眼下当红的女歌星，就连总统府请她唱歌都得提前预约。督军夫人难不成唱的比叶小姐还好？夫人要真的唱的那么好的话，那不如请夫人为督军唱一首，好让我们都听听夫人的天籁。今日本就是为督军办的庆功宴，这来的都是陪着督军出生入死的战友，还有总统府的高层。夫人就给个面子，唱一首吧。我夫人不需要给任何人面子。好，唱，今天就好好的唱一首，就唱给督军听。这个狗女人何时会唱歌了？你若唱得不好，便是当众丢督军的脸；若唱得好，便是打了总统府的脸。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夫人真的会唱吗？唱得不好就开枪。听着，唱得不好就开枪。至于？开枪把这些人赶走。明白。唱个什么好呢？督军夫人到底会不会唱呀？不会唱就下去，免得丢人。是啊，就算真会唱几句，也不会比叶小姐唱得更好了。对呀，下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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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我数到3就开枪。1。是勇敢的，你额头的伤口，你的糊涂，你犯的错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动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，去吗？爱吗？这褴褛的皮肤战吗？这以最卑微的拇指，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好，夫人唱的太好了。老娘穿越过来前，好歹也是校园10佳歌手。贱人！谁说乱世不能出英雄的？我们那些战死的兄弟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碑。你还有多少副面孔啊？督军可还满意？非常满意。那是不是得加钱？你怎么脑子里只有钱啊？谁说的？我满脑子都是你。刚才我唱歌的时候，我眼睛里只有你哦。啊！不仅没有把这个贱人送去北边，还让他出了这么大一个风头。宁司令来过电话了，
张家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你身上了。你说什么？柳司令震怒说：“你如果再因为这些小事毁了大计，就没有你这个女儿。”我一定亲手杀了那个贱人。院长孤儿院那边出事了吗？孤儿院一切都好，有劳督军挂心了。那您这次来是？我今天来是特意来找夫人的。既然督军回来了，那交给督军也是一样的。这钱是？夫人这几年一直都在救助孤儿院，月月都送物资。前些日子又突然送了20万大洋，可孤儿院哪里用得上这么多钱呢？既然是夫人捐的，那院长就收着吧。督军有所不知，前些年你在前线，这南阳城内难民伤兵四处逃亡，多亏了夫人带人设立救助点和护卫队，才得以太平。现在战事吃紧，请用在更需要的地方。难怪当年城内没有传出内乱的消息，夫人竟如此大意，默默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却从来没有提过。这些年要不是西月给你守着后方，哪有你副督军的今天？这个女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不？一会儿好的小郎君又没了。尹新月，我去，他还在这做啥？快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你见着我跑什么呀？我能把你吃了吗？条件反射，习惯了。你以后见着我，别老躲躲闪闪。我躲，谁不知道我尹新月嚣张跋扈，都是别人躲着我走。从今天起，夫人禁足，多派几个人严加看管，谁要把他放出去了，就一枪崩你。明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囚禁我？我都说了我不跑了。你不是别人见你都得躲吗？那你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。明明就是北边来了很多杀手想要暗杀，督军这才想把夫人保护起来，还非得说的这么难听。督军怎么了？贾小姐，他们去交接换班了，还想困住老娘？拼了！走！北边派了人来暗杀陈师座，杀手已经到达南阳了。陈师座昨日刚到，今天就……哼，胆子也太大了！派几个人好好盯着，不要太声张。好，依古看来，狗男人，搞得我现在吃酒听戏，跟做贼一样。老板说了，台上那个小郎君就是新来的，等他唱完就过来陪你喝酒。还是你等我？怎么突然没有以前好看了？姐姐好久都没来看我，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。怎么会呢？这整个南阳啊，就你唱的最好听。最近家里那个黄脸男回来了，总得做做戏，你懂的。我懂。就喜欢你这个害羞的样子，快倒酒。探子说陈师座就在里面，可是夫人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我就说出门得看黄历吧。莫慌莫慌，赶紧找个地方躲一躲，苟一苟。姐姐别怕，我带你去密室躲躲。
跑啊！跑！尹新月怎么在这？快跑！督军不是不准他出府，那不是刚刚唱戏那位吗？肯定是背着督军来吃花酒了。这些日子一直没有机会下手，正好现在杀了他，还能替他分分晋级。尹新月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快走！我可不要死在这儿！这个贱人真是命大！快跑！快！督军，刚刚吓死我了，到处都在开枪。你没受伤吧？还好督军来了，不然我肯定受伤了。军政府的人已经来了，姐姐没事了。今天多亏有你，你以后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尹新月，出门真的要看黄历。过来。你跑这种地方来干什么？哟，这位爷，这来梨园除了听戏还能干嘛呀？姐姐，这就是你家那个黄脸男是吧？别说了，要么滚，要么就留在这儿。快走！这可是督军。哎呀！说好不干预我的自由的，我就是出来看个戏而已。你是出来看戏，还是来找郎君吃酒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吃个酒怎么了？我只不过是做了全天下男人都能做的事情罢了。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原来夫人真的在这里。我刚刚看到夫人细节，十指紧扣。好不恩爱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你没看错，你是打歪了，是吧？二姨太，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我找人把刚才打我的子弹送到苏城，让柳司令去验一验，这枪是不是二姨太的？听不懂夫人在说什么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招惹他？他要是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督军，如果他死在你手里，尹家就会派人攻打苏城，到时候柳司令会。若尹新月真的因此犯难，阿爹肯定不会保护。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开枪是想打那些杀手，我真的不知道夫人在这里。二姨太确实不太懂事儿，我都教训过她了，那还请大夫人能高抬贵手。我都准备算了，这狗男人居然给自己加戏。既然督军都已经发话了，那我就不追究了。再有下次，督军也帮不了你。兰香，我怎么觉得刚刚督军真的对我起了杀意？难道他真的爱上那个尹新月了？二姨太确实冲动了。尹新月如果真的死在你手里，尹家军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么说，刚刚督军打我，真的是为了替我解围？故意做戏给尹新月看。当然，督军若不打你，尹新月肯定也不会作罢。督军一进来就在关心你有没有受伤呢。说得对，尹新月仗着尹家给他撑腰，连督军都得让他3分。不过
他与那戏子私会，督军一定不会放过他。督军还要处理现场吧？那我先走了。你往哪儿走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到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被疯狗气着了。夫人，原来咱们督军娶的是条疯狗啊！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女人？嚣张跋扈，见钱眼开，现在还跑到戏园子里跟戏子喝花酒，她当老子不存在吗？哟，这还是我认识的傅南城吗？一向不近女色，现在竟被女色逼疯了。且说呢啊，天天喊着一枪崩了夫人，结果夫人手下离婚协议跑了，他又紧巴巴的把人家给追回来。赶紧说正事。和你预料的差不多，柳家的背后势力是鬼子，一切都做得十分隐蔽。目前交易路线已经确定了，就剩仓库。仓库的事一确定，赶紧收网，老子不想等了。话说这柳贼一直躲在苏城里，跟那缩头王八似的，不敢出来呀。他就是仗着拿苏城百姓当做人质，防止督军攻城。万一他们鱼死网破怎么办？擒贼先擒王，接下来你可得好好想个办法，把你这个岳父给收了。咱们去找戏子喝酒去，可得好好跟我讲讲最近的八卦。我好久没喝了，走。一起啊！滚！老子不在这几年，这女人肯定没少做这种事情。今天真应该一枪崩了我！气死我了！这些年照拂的小郎君算是彻底没了。奶奶，你还舍得回来啊？丢下我就走。哎呦，你还说我呢？我怎么听说今儿个有人跑出去吃酒，被人给抓住了？可不呗，被您那大孙子给抓了。哎呀，看来我的大孙子开窍了，知道追人了。他那明明是追杀。我今天呀，给你和南城算了一卦，那卦上说啊，你们二人啊，有3辈子的夫妻情缘呐。3辈子啊，那多倒霉啊！咱俩到底谁的？哎呦，奶奶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可好好管教管教这个女人。我看你才欠管教呢，你这么好的媳妇儿，都让你给弄跑了。奶奶，到底谁是你孙子呀？你呗，这就你一个孙子。尹新月，你再喊一句。我累了，快扶我回去休息。小可乐，你也跟我走，我给你带礼物了。尹新月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敢去那些地方，我带人去梨园，把那些戏子全给他崩了。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督军放心，我一定会扮演好督军夫人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那天不是说想看我的枪吗？现在还看不看？尹新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督军，那天晚上咱们毕竟是误会，你。男人在这种事上最要面子了，不会真惹毛了吧？督军，咱们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那天晚上的事我一个字都没说出去，你不会真的要杀我灭口吧？谁说我要杀你了？你没想杀我。你那天不是说想看看我的勃朗宁吗？好好让你看看。
送给你了。这可是最新款，值10个小黄鱼吧？可惜有价无市。这么大方，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你这个？哦，那咱们不如就赌一赌，赌督君会不会喜欢上我？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不少。你又总往外面跑，这个枪是留给你防身的。口嫌体正，不过看在你送我勃朗宁的份上，先原谅你。兵器口加1。你别看他们现在打打闹闹的，反而有感情了呢。看得出来，督军对少夫人已经动了心思了。夫妻嘛，日久啊，生情。督军还知道来呢，你看看我脸。我今天来就是说这事儿的。尹新月的那个性格，他肯定会向柳家发难的。这事儿还是委屈你了。督军果然是走戏给那个贱人看。今天是我太冲动了，差点坏了督军和我爹的大计。可是今天枪战把我吓坏了。督军今晚留下来陪陪我，好吗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来，今天我们好好喝几杯。干了。总不能每次都下药搞晕吧？那你上。不是吧？想个办法让她怀孕。督军今天不是去别院了吗？夫人这是吃本督军的醋。全天下男人多的是，我吃你醋干什么？尹新月，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，能不能换换？还有没有别的台词？你起来，老子要睡觉了。这个狗男人这么看还挺帅。这个狗女人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女人。按照狗血的套路，他这个时候是不是该亲我了？这个时候还不起身，不会是想勾引我？虽然是演戏，但离婚前他对我尽点夫妻的义务不过分吧？这个狗女人难道真的想和本督假戏真做？他亲不亲？老娘我快坚持不住了！到底要不要亲他？靠！老娘的腰！来，这件送的都是些什么菜啊？这么难吃，一闻就想吐。二姨太，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是吗？从脉象来看，二姨太确实。督军，我们有孩子了！太好了，终于有孩子了。父亲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。那你就赶紧给你爸打电话，让他来南阳，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好，爹他一定会来的。这可是他第一个外孙。咱们院里这么臭吗？总是招来苍蝇。早就想到你这个贱婢了。我现在怀了督军的孩子，你敢打我，就是找死。叶新月，老太太现在可管不了你了。平日里有老太太给你撑腰又怎么样？我们二姨太的肚子里可是怀的老太太的亲重孙。督军，你可算来了。
差一点啊！夫人的巴掌可就打着我们的孩子了。就是，二姨太不过是教训了一个婢女，难道比督军的孩子还重要不成？君姨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好好休息，不要老往外面跑，不然柳司令过来了，会怪罪我的。督军，我只是想把这个喜讯赶紧告诉祖母，这不是他一直盼着的重孙吗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交给我。都听督军的，这可是督军的第一个孩子，我看谁还保得了？不要脸！这狗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？疼死我了！老子迟早有一天拿枪崩了她！还一枪崩了她！你要再不好好解释解释，夫人怕不是又要跑了？跑？她敢跑？啊，她该不会是吃我醋吧？二姨太怀了您的孩子，当然吃醋了。她这种人也会吃醋，那本督就勉为其难的哄哄她。对不起啊，可乐，有些事情我以后才能给你解释。不过今天这一巴掌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亲自打回去。可乐，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药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一巴掌你打我脸上吧。走开，谁打我，我打谁。把夫人的药给他。夫人，我又没病。夫人这是滑脉，已经1月有余。怎么可能啊！我跟督军为了……什么话都往外说，这是假孕呀！启禀夫人，相关证据我们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啊！只要把柳贼骗出苏城，苏城百姓就能幸免于难。所以总督是想找个理由把柳贼骗到南阳来。药也是我让军医下给二姨太的啊！督军也是刚刚知道。汇报完毕，走。那柳贼来了吗？还没来。滚出去！不要脸！我不要脸？我守身如玉的，我碰他都没碰过。我证明啊，督军从来都是守身如玉的，除了为了夫人您闪了腰。那我们小姐的腰头也是督军干的啦？哎呀，不要脸！滚！我这算是哄好还是没哄好啊？算了，老子还是迟早一天把他给崩了。督军现在是一会儿崩了他，一会儿哄哄他，看来夫人的腰疼，全都怪督军嘴硬。督军啊，我爹说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不过等孩子出生，他会来参加百日宴，而且他已经派人送来了贺礼。那就让柳司令百日宴再来。这个柳贼防你还真跟防贼一样，不愧是你岳父。我早该想到的，这个柳司令根本就没有把柳依依放在眼里。那孩子怎么办？肚子马上要瞒不住了。怀孕这个事是你搞的？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我用的假孕药，我能干这种事儿吗？我这种人，你让他把孩子生下来，要么你让他流产。这个好看，这是最新款吧？这条项链我要了。这是阴魂不散。我这可是3倍价钱，我就不信有人有钱不赚。督军说了，我有孕在身，想买什么便买什么。以后啊，可别什么穷酸货色都知道。左右这是咱们自己的店，有钱不赚，王八蛋。夫人，
这项链可是有瑕疵。离柜之后概不负责，记得之后把这钱捐到孤儿院去。走。二姨太不幸流产了，须得好生调养才是。你说什么？流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只是摔了一跤啊！二姨太本就胎性不稳，摔一跤已经是大意外了。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。今日之事都怪尹新月，督军一定要替我们二姨太做主啊！你说什么？二姨太摔倒的时候，尹新月要是不躲开，督军的孩子肯定保得住。对，都是尹新月害的我，督军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报仇，这是你第一个孩子。天杀的，夫人当时怎么会在的？督军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我很理解你的心情，孩子我们以后会有的，但是你得照顾好自己啊！我相信柳司令也是这么想的。督军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派人盯紧他，如果他要是敢去找夫人麻烦，叶新月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怎么样了？柳司令说，一个孩子而已，没了就没了，让你不要毁了大计。什么叫没了就没了？督军不肯责罚他，连阿爸也不愿意帮我，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那个贱人。二姨太，你忘了柳司令因为那20万大洋和张家的事一直在气头上呢，怎么会派人来帮我们？那就给我弟弟传信，就说我有打开港口的办法。现在他底下人都不服他，我就不信他会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。你们两个脑壳加起来就只能想到假孕药和流产这2件事情吗？这都是李副官想的。你是狗脑子吗？就只能想到这2件事吗？出去！出去！我说你出去！我承认，我这段时间可能冷落夫人了。你看看，这事儿你能解决吗？早说嘛，你这个人！初见夫人，抬见主持；再见夫人，卑躬屈膝。苍天啊，为何督军的幸福全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？顶包这种事情我最擅长了，要不然督军再让他怀一次。你们莫不是疯了？我的好姐姐，你真是我亲姐呀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冒这么大险来南阳，就是为了帮你除掉一个女人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他之前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放弃了3省地盘和军队。只要你除掉他，这傅南城就再也不能拿尹家做借口了。
这港口一开，那些不服你的人敢说什么呀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确实省了很多麻烦。放心吧，我的好姐姐，我一定亲自为我这未出生的外甥报仇。哎呦，这南阳的姑娘就是好看啊！这位先生，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。这位置嫌你人啊？柳家的人怎么来南阳了？不用了，反正我们也要走了。走，可乐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滚开！嘴还挺辣呀。你嘴还挺臭。哼，把他给老子抓起来，老子看看你的嘴有多硬。在南阳的地盘你也敢撒野？你他妈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不想死的话，给老子滚！住手！我看这里谁敢对督军夫人不敬？原来这就是李新月。看来狗男人是安排了人随时盯着我。夫人，你受惊了？没事儿，我倒是不知如今南阳何时出了这等人。这次是悄悄来的南阳，不能暴露了身份。新月，给老子等着！走。夫人，我先安排人送你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督军，我只是恰好路过，看到这里才进来的。这位兄弟，多谢以身相救，我们有缘再见。我看刚刚那位先生长得倒是不错，气质儒雅，还有些正义感。到时候呀，我好好打探一下，约到百乐门陪你跳舞。知我者可乐也。小姐，你们干嘛？叶新月，落到我弟弟手里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以他的手段，想必这个时候，出了这么大的丑事，督军定然不会再要你。哎呀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换件衣服吧。尹新月留给老子，另一个赏你们吧。老子还没玩过督军的婆娘呢。我去，被暗算了。可乐，醒醒！哟，醒了。既然醒了，那就陪哥儿几个好好玩玩呗。知道我的身份还敢绑架我，看来你不是南阳的人。你管老子是谁？今天别说是傅南城了，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朝着取我命来的，苏城柳家人。哟，还挺聪明。可惜了，聪明的人都活不长。先陪我这群兄弟好好玩玩，也算是上个快活路啦。督军正愁怎么把他老子请到南阳来呢，这个柳长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说这个女人老往这个梨园跑，这梨园到底有谁呀？对呀。可乐，还记得我们默契吧？放心吧，都在脑壳里。最新的勃朗宁我还没用过呢，刚好拿着帮卖国贼练练手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要是敢对我开枪，傅南城也救不了你们。我阿爸是苏城司令，我姐姐是傅南城的2姨太，你们敢对我开枪，不想活了！你爸都不敢轻易取我性命，你自己要送上门来找死！你想干什么？可乐，打这样的汉奸卖国贼，可是会被写进族谱的。明白，
全都是柳家的人，不过没有柳成的尸体。开枪这两人枪法极好，全都是一枪毙命。我怎么不知道南阳城还有这么好的神枪手？督军，刚刚有人绑架了夫人，结果被夫人和她的侍女反绑，关进了地牢。这个女人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督军莫不是疯了？有人绑架夫人，他还笑这么开心？啊，我是没想到这个女人枪法这么好。哎，她身边那个可乐，枪法也这么厉害吗？可乐咋会枪法？他就是个二傻子呀！我看你像个二傻子。通知他们，敢绑架督军夫人，我会慢慢的折磨他们。是。记住，今天督军和夫人都没有来过这里，整个南阳城都没有看到柳家大少爷的影子。今天督军和夫人没有来到过这里，整个南阳城也没有见到过柳家大少爷的影子。督军，看什么呢你？帮忙啊！帮夫人处理尸体。啊！15、20、15、10，喝吧！啊，我不想喝了。再来一把。15、20、20，15、20，继续。来，我陪你玩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去，这不是白天那个小帅哥吗？居然是他的人，快乐又没有了。夫人的枪法不错呀，你的枪法也挺厉害。完，深藏那么多年，暴露了。是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。别装了，我帮你收的尸体。夫人厉害，督军正愁着怎么把柳贼请出苏城呢。你利用他的小儿子，把他引入到南阳，然后瓮中捉鳖，你够缺德的呀！他可是你老丈人和小舅子。夫人又忘了，我老丈人5年前就走了，我的小舅子还在香港呢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立了大功呢，得加钱。柳家一出，我就可以拿钱跑路，金条珠宝小帅哥全都在向我招手。这个狗女人肯定要在盘算怎么跑路。你真的看清楚了？阿成被野心院废了双腿，关进了地牢。督军府的地牢向来有惊无捉，而且隐形院还特地交代了，要好好关照，慢慢折磨。如果不尽快救出来，恐怕熬不过几日。要是让那个贱人知道那是我弟弟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要不给柳司令传信吧，让他出面来救人。不行，要是让阿爸知道，我会死的。我去求督军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一定会帮我们的。你从13岁起就跟着督军了，你应该知道，督军最恨的就是叛徒。我从未想过被我全家都死于大雁，我比谁都恨。可那柳家抓了我大哥的孩子，威胁我，我只是想保住那个孩子的命。求督军占下苏城后，能给那个孩子一口饭吃。带下去，军法处置。督军，你既然那么恨大燕，那就用你的命把国土给我守住。属下不死不退。二姨太，请回吧。督军昨日便去了总统府，归期未定。这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找督军。督军回来了吗？你帮我给督军打个电话吧。督军去的是总统府，若没有军情，不能打扰。你
你就帮我给督军打个电话吧。我没有这个权利啊，二姨太。走吧。哎呀，那个匪头怕是熬不过明天啊。是啊，那夫人手段太狠了。不行，再这样等下去，阿成指定是活不过明天了。柳依依，你倒是往这里看呀！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不把他彻底逼上绝路，他不会向柳贼求救的。哼，果然是个暴君，不如趁早跑路，免得他对我故技重施。他可不是无辜啊！我去，不是内心戏吗？怎么说出口了？苏城的大烟贩卖，他没少参与。傅南城，你们好歹也是夫妻一场，就这么人性凉薄啊？在我心里，正儿八经娶的就你一个女人，我俩可是清清白白。你这什么眼神？我一切正常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要不你试试吧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督军，都搞定了。完了，督军您是自愿的吧？你这个一事无成的蠢货，你居然敢上你的弟弟去冒险！阿成要是杀了尹新月，港口一开，阿成就立了大功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简直愚不可及！如果尹新月死在了阿成手里，尹家军直攻苏城，到那个时候，你认为傅南城会帮助我们柳家吗？督军会帮我的，我怀过他的孩子，是他第一个孩子。他早就想对柳家出手了，他会让你怀上傅家的种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祈祷你弟弟平安无事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给他陪葬。你为了柳城，你冒着生命危险踏进南阳，我柳依依，难道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你有用就是我的女儿，你要是没用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确认过了，有没有柳家公子？确认过了，没有。这地牢啊，近期被关进去的只有一个绑架夫人的宵小之徒。柳司令，你听见了？他见过柳家公子，认识。那就把人带出来，我亲自去辨认。那把人带出来吧。老娘抓进去的人，我看谁敢带出来。这是柳司令，你把人带出来看看，如果不是，再关进去。绑架老娘的账还没算清楚呢，今天你要是敢把他放出来，我就炸了你这督军府！家有汉气，请谅解。堂堂一个总督军，竟然害怕一个女人！老娘给他面子，他是总督军；老娘不给他面子，他是我家的一个赘婿。尹家军10万人都得听老娘发号施令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要不是为了给谢先生偷烟占领苏城的时间，老子现在就崩了他。要不这样，你改日再来，等佳期的这个气消了。那等再几日，我儿子就没命了。老子的军队就在南阳城外，不行，我必须要马上见到我的儿子。带路，我亲自去地牢。请，柳司令。今天这出戏得加钱。我一个赘婿哪来的钱？晚上给你加鸡腿，大鸡腿。夫人，柳司令中计了，督军的人已经进了苏城了。果然是他们做的局。尹新月，
傅南城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柳司令还在督军府呢。既然他都没有我这个女儿，他的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夫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夫人，要不是你这个没用的贱婢，叶新月他早就死了。不要！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活下去。阿成，阿爹，你终于来了，都是那个贱女人害的我，快给我报仇！督军夫人把我的儿子打成这个样子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既然绑架我的人的确是柳司令的公子，那这个人你也带不走。他们两口子杀的双簧，目的就是把你和军队骗离苏城，好占我们的地盘。阿爹，你赶快走！傅南城，你竟然敢耍老子！瓮中捉鳖，当然要请鳖入瓮了。如果今天我们父子俩走不出这南阳城，整个南阳城的百姓都将为我们陪葬。谢先生来电话了，苏城已经被控制住了，城外的柳军都降了。说什么？你以为你不拿百姓的性命威胁我会来陪你唱这出戏吗？好，傅南城，只要你放了阿成，我就把所有的烟土全部送给你们。否则的话，今天在座的各位全都活不成。从你勾结东瀛、羌海同胞的那一刻，我就没打算让你活。我只不过是和他们做了点生意罢了。就算我不做的话，一样有别的人来去做。要怪就怪那些底层的蝼蚁，关老子什么屁事？就算你杀掉我，大烟就没了吗？你知道大燕害了多少人吗？你这个禽兽，就算死1万次都不足惜。老子只要在这一日，老子的地盘上就绝不允许出现大烟。谁让烟膏入国土，谁死！住手！让大烟入国土者死！住手！是总统府的人，督军，他罪该万死，但是他是北边的人，得送回北边。傅南城啊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根本就杀不了我。督军，上面说了，苏城和大燕都交给你处理，但今天这个人我必须带走。南阳死了多少人，督军应该没有忘记。难道督军希望看到南阳再沦陷一次吗？我说了，你杀不了我吧？你们一个一个的都给老子等着！能这么快的得到柳家父子的消息，还能调动总统府过来要人，看来柳家背后的势力不止东瀛。刚得到消息，柳家父子在回去的路上突发恶疾，人已经没了。有人存心要灭口。看来真正的大鱼要出现了。立刻去苏城硝烟，把他们一个个的揪出。是。放心，我会帮你守护好南阳的。尹心月，无论本都身边有多危险，本都都会护你一世周全。等我回来。小姐这次和督军清除了柳贼，南阳和苏城都能太平些日子了。外有明枪，内有暗箭，只怕他以后的日子比今天还要艰难。小姐是怀疑柳家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柳城不可能因为他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杀我。明白了，
那我找到后便派人死死盯着他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这是小少爷的信，还说近日会到南阳来看小姐。近日？这么突然，肯定是有事情发生。督军怎么还没回来？按照时间，昨天就该回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夫人不必紧张，只是苏城的大宴太多了，还需要几日。行，那他回来，让他赶紧过来见我。你躲他干嘛？因为夫人说过，只要柳家的事情一解决，他就要和督军离婚，拿钱跑路。哟，咱们手拿渣男剧本的督军，也有怕媳妇跑路的时候。你说这个女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如今这个世道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护着她？又在自我攻略，看来督军就是自愿的。这是的，他想自保也没错。咱们哪个不是有今天没明天呢？我要再一天，我就能护她一年。夫人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大夫人和二公子从德国回来了，在前厅等您呢。督军的母亲和弟弟是在你们成婚前去的德国，我之前听傅家的老仆说过，他们母子关系好像不太好。走，去面对一下这尊大佛。母亲怎么不提前来信，好让督军去派人接你们呢？这个有心人，明知道我和傅南城关系不好，还敢故意说这种。跪下！母亲大概有所不知，奶奶已经说过了，傅家早就不流行下跪的规矩了。你是在教我规矩？你就是这么傲慢无礼、目无尊长的吗？这个傅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，跪下！该死的婆媳天敌，毕竟还得再待些时日，就当拜菩萨了。谁让你跪了？你之前不是挺嚣张跋扈的吗？怎么别人让你跪你就跪啊？别人？看来傅南城和他妈矛盾不浅啊。我是他婆母，难道他还怪不得我吗？这个家能让他下跪的都在祠堂里供着。母亲，大哥和大嫂现在都是百姓眼中的硝烟大英雄，母亲还是不要跟他们逞强。这味道，绿茶男。奶奶不喜欢人多，而且这个家没你们住的地方，所以你们以后别来老宅了。你就因为娶了这个女人，就要把我和你弟弟赶出老宅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也是我的儿子。你当初丢下我离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也是你的儿子？督军，我们只剩下不到2万的兵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怕是撑不住了。还有，大夫人和二公子已经坐上去往德国的轮渡了。传令下去，家驹，你战死，绝无退。是。当初你阿爸战死，整个南阳沦陷，我总不能让傅家断了后吧？那你更应该感谢我娶了这个女人，要不你根本没机会在这耍婆母威风。你现在还真是翅膀硬了。母亲别动怒，现在的南阳还是大哥说了算。看来他还是不知道5年前的事情，我得去探探老太太的口风。大夫人，请回吧，老太太年事已高，莫要扰了她的清静。你就算不见我，我也永远是傅南城的亲妈。若不是念及你是南城的亲妈，你今日踏进傅家那一刻就已经死了。我和阿林回来就是想好好过日子的，你就让我们留下来吧。作孽时可曾想过有今日？
畜生身上掉下来一块肉，尚且知道疼呢，何况人呢？可我永远是他的亲妈，难不成他还要杀了我吗？那你可总有一天把他当过亲儿子。他早就忘了吧，丢下我2次。别走，父亲别走，父亲不要丢下我。平时不可一世的傅南城，也会有失魂落魄的一天。你都站了1天了，快回去吧。你能答应我，永远都不离开我吗？你喝多了。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明天陪我参加一场舞会。明天演什么戏啊？夫妻同心。小姐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杜鹃的眼光还真是不错呢，还有那套项链，杜鹃对小姐还真是舍得呢。这套项链啊，价值不菲，这可是慈善晚会。正好这些日子憋得无趣，小姐可以去酒会上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儒雅帅哥。可以。不过，我发现督军和他妈妈矛盾不浅，他身边那个李副官又是没脑壳的，你找机会探探他。小姐这是要关心督军？哪有啊，我就是闲得无聊，吃吃瓜而已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些豪门八卦可比那些戏班子有趣多了。晓得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哦，陆军夫人还真是个绝色佳人啊！青梅竹马的孙小姐回来了，再绝色，她也只是一抹蚊子血了。可我听说南阳沦陷的时候，她不是跟着富家老儿跑去德国了吗？当年的情况，谁知道杜军能活下来？哼！况且这些年，孙家也没少给军政府捐钱。今天督军没和尹新月一起过来，估计是顾忌着孙家那位。哦，原来是白月光回国了，难怪让我和他演夫妻同心。大嫂，这一位是孙家的千金，今天晚上这场慈善晚会就是孙家主办。小小跟我一块儿刚从德国回来。大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大哥呢？他在忙公务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夫人戴的这套珠宝我在香港见过，是孤品，价值20万大洋。原来是为督军买走了。20万大洋，莫不是捐的这些钱都进了督军府的口袋？睁大你的眼睛看一看，这个是你在香港看到的那一套吗？还真不是，香港的那套怎么可能会用这种廉价水晶啊？假货也好意思拿出来戴？少说话，口红啊都粘在牙上了。告辞。不惜花20万大洋，也要给傅南城安上一个贪污善款的罪名。这个狗男人，仇家还真多。新月，真的是你啊！阿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像我这样的人，无非寻个庇护罢了。我跟了孙家大公子，当了他的九姨太。我听闻孙大少的九姨太原本是青楼里的妓女，没想到督军夫人还认识妓女啊！是啊，堂堂督军夫人怎么会认识青楼妓女呢？我听闻夫人嫁进来的时候，傅家的金银送去了战场上，结果夫人现在和一个青楼女子走得这么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……督军夫人也是你们能随意编排的吗？你这种贱人也配和我说话？
要不是爬上了孙大少的床，你这种卖肉的脏货也配出现在这里。给他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一个妓女道歉？好，心月，算了，别给你惹麻烦啊！凭什么算了？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？认识一个妓女，你以为你有多干净吗？督军走了5年，说不定你爬了多少男人的床才活下来。连老子的夫人也敢打，不要命了？督军，其实这就是个误会。是误会吗？不是。本都的夫人说不是，那就不是。什么叫不是？她本来就是个妓女，在场所有人都知道。像她这样的人，连给在场的任何人提鞋都不配。若我没有记错，南阳沦陷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逃出去躲了。要不是他们这些人留下来，你以为你现在能人模狗样站在这里？是又如何？救了那么多人，她也不过只是个妓女。我爹是总统府的姚市长。我管你爹是谁，给他道歉！这个贱人，都搬出总统府，还敢逼我？只是道歉吗？刚才可以只是道歉，现在不行。督军，我们说好的，夫妻同心。又来毁老子名声！你爹姓姚啊？是的，督军，我爹也曾经是督军的兵呢。那你还真是给你爹丢脸！把那个姓姚的给老子撤了，让他们全家都在祠堂上跪着，好好拜拜老子，不要什么态度死。明白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本都的夫人不好惹，以后他要开枪，我就给他递子弹；他要烧谁家祠堂，我就帮他浇汽油。这才叫夫妻同心。这督军和夫人不愧是两口子，一个杀人，一个埋尸，一个煽风，一个点火，缺德都成双成对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家督军有点妻管严哈。心月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应该避嫌的，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些事。为什么要避嫌啊？当年若不是你，南阳不知道会死多少人。这些事情不应该被忘记。夫人说的对，英雄不问出处，金锅不让须眉。感谢你对南阳做出的贡献。20万大洋，你还真是舍得。只要对我大哥有用，算不算？你什么都想抢他的，品心月，你怎么不去抢一抢？交给了。干嘛？舞会结束还早，咱俩去吃点夜宵吧。小姐让我打探一下豪门八卦。好呀，载人为乐这种事我最喜欢了。那我知道家馆子在我身边。当时那枪真是你开的？当然了，我跟小姐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练枪我也练枪，一打一个准儿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到南阳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混乱不堪啊！我跟小姐是一人一把破手枪，硬是守住了傅家。你莫是不信啊？谢。那个，这个送你。送我？我老宁啊，
李副官，你今天这么多呀，竟然买得起伯老娘？我哪买得起这个呀？这个是总督送我的，我身手好，什么钱都能使。这个就送你防身。哎，对了，督军跟他们为什么关系不好呀？你问这干嘛？咱俩闲聊嘛，这不是什么机密，对吧？对，我只是听说，这个大夫人呀，当时已经和别人订了婚。叶心月，你要是染上了大烟，我看傅南城会不会留你这条命？立即封锁现场，谁也不许离开。我们可都是商业权贵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们？发现烟膏，无论你们是什么身份，查到了，跟柳家的烟膏是同一批。定是柳城干的。柳家出事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立即全城戒严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。是。全城戒备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小姐，这豪门八卦果然精彩。只是听说这个大夫人呀，当时已经和别人订了婚，但是后来被人逼着嫁给了老总督，可能是她不喜欢联姻的原因吧。从小就对督军不好，都不管他。可二少爷不也是老督军的种吗？那可能是后来接受了吧。当时南阳沦陷的时候，大夫人就带着二少爷去了德国。为自己亲妈丢下送死，难怪。不过这李副官他当真是个二傻子，我就随便跟他讲了几句，他就给了我一把伯老娘，让我防身用。我看你才像二傻子吧？我咋了？我们家可乐要冒粉红色的泡泡啦！你去找人查一下，这个项链在香港被谁拍下来了？今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小小心情不好，我提前送她回去了。大嫂怎么样了？今天这出戏你没唱好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这件事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最好祈祷今天的事跟我没关系。傅南城，你终于有软肋了。殷心月，在你演的戏里，可曾对我有过一丝真心？督军回来了，睡觉吧。傅南城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别人全部的爱，但这不代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你。
那你会爱我吗？小姐，下来有消息了，是个德国人拍下的，说是叫什么密斯特白，白先生。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，你现在给南城送过去。好的，现在就去。扔出去吧。为什么要扔啊？快尝尝，这是母亲亲手做的桂花糕，可香了。你先吃着，母亲还给你熬了汤啊。哥哥，你吃吗？掉地上了，捡起来吃吧。我让你捡起来吃了。你起开，怎么样？伤哪儿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母妈，我好心给哥哥吃桂花糕，他为什么要打我呢？过来！再敢欺负阿林，我打死你！滚！这可是我亲手为你熬的银耳汤。银耳汤？我熬了好久呢，今天都不烫了，赶快尝尝吧。狗女人！我刚刚听见，我就知道偷情生娃，虽迟但到。小姐现在对督军的事情反应也太大了吧？难怪老太太着急赶他们走，这算盘珠子都打到我脸上了。那小姐接下来作何打算？办了他！什么？把他们都杀了？他们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！绝不能在这个时候让傅南城知道5年前的事儿。不幸的童年，果然要用一生来治愈。督军，天凉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小的时候，他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厌恶的，我宁愿他像以前那样厌恶我。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？你以为用铁链锁住他，就可以忘记一切吗？不会的，他只会让你更痛苦。还有那把锁，傅南城，他锁住的从来不是你的错，而是让你痛苦的恶魔。开枪啊！开枪啊！最后一套！能治愈南城的人，终于是有了。老夫人可以放心了。傅南城，你从来都没有错，你守护了南阳、港城，还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你是英雄。傅南城，这些年你一定很累吧？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。总督，夫人在。那个，我不是有意打扰二位啊，二姨太找到了。傅南城，你这个跟我一样的可怜虫，你会被家人抛弃，被兄弟背叛，被爱人利用。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人爱你，
你母亲不爱你，一心人更不会。关于大燕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什么？大燕，你以为没了我就会没有大燕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了，南阳城里的大燕只会源源不断的进来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别想从我这里知道关于大燕的一切，永远都别想！叶心月，我要如何才能护得住你？解决了，那我们回去休息吧。我准备安排你去香港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出去吗？这回安排你出去，你还不愿意啊？没事吧？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离不开我。你看来我现在的演技比夫人都强。我怎么听说有人说我是他的一生挚爱呢？当然啦，督军，你一生的挚爱等价钱。你也是我的一生挚爱。小姐回来了。阿姐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阿姐了。这些年你在香港过得怎么样啊？其实这些年我根本没在香港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当年那艘船刚出港，遇上了一群拿着枪的人。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却到了另一艘船上。后来，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根本逃不掉，船一直在海上。但有一天我突然被带走了，醒来的时候就到香港了，身上还有一张回南洋的船票。是洋人还是东瀛人？都有，但他们戴着口罩，看不清长相。不过有次运货，我听见他们叫一个为首的白先生。白先生？那天舞会上那个项链也是白先生的人拍下的。白先生？你们督军最近咋了？怎么老是躲着回老宅啊？还不是您之前总说要跑路，督军怕您先跑了呗。就为了这个？夫人您就别跑了呗，督军他对你啊，早就有羡慕了。那你告诉他，新华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暂时不会走。好嘞，嘿嘿。他真这么说的？人家只是说暂时不走而已。啊，你孤家寡人知道个屁！哟，督军还知道回来呢。我的名字喜欢吗？很喜欢。我给你带上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督军，今晚要圆房吗？
尹新月，我们不演戏了，再嫁我一次吧。你说什么？5年前，因为战事我没有保护好你，现在我想以3书6礼10里红妆，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的再娶你一次。我喜欢，再来一次。我说的结婚。你当初去管柳家那个蠢货做什么？眼看工厂就要建好，害得现在又要开始戒严。爹爹放心，那个人现在已经到南洋了，爹的船很快就要着陆了。老太太绝对不能留。是。哼，难怪白氏如此区别对待2个孩子，福林居然是孙家的种。这个孩子还留吗？臣对白氏还有失望，要是那野种死了，这里也就火了。先瞒下来，南城能独当一面了，再做处理。傅家的一切，这野种休想得到一分一毫。奶奶，你现在坚持住，傅南城马上就到了。老夫人，南城这一辈子太苦了，如今有了你，奶奶便放心了。傅家就交给你。老夫人，奶老夫人，奶奶。我和阿林是来祭奠老太太的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把他们赶出去，再敢踏进傅家一步，乱枪打死！傅南城，我可是你亲妈。夫人说的话你们没听到？我家夫人说了，滚！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他若是不死，傅南城迟早会知道5年前的事。我们回德国吧，啊！我最近总梦到你爹，还有那些战死的傅家军。母亲，你真是糊涂了。我爹可活得好好的，当年你让他们上战场送死的时候，可没有人心软。要不是尹家帮了他，他早就死。你说过的，我才是你唯一的儿子。就让大烟在南阳彻底的燃烧起来吧！老太太的死有问题，老太太的身体我最清楚，所以我特地去查了药渣，果然被人动了手脚。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心狠。当年南阳沦陷，是因为白氏偷了布防图，他想借此
害死你，从而让傅林接管南阳。其实傅林是孙家的种，老太太一直知道这个事情。朝阳，去抓人。你都知道了。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爹联姻逼婚，你才不喜欢我。你抛弃了我好几次，我都告诉我自己，你也是有苦衷的。这些年我怀疑过一切，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要不是你爹当年醉酒毁了我，我又怎么会嫁进傅家？都是你们傅家毁了我，所以我也要毁了傅家的一切。我恨傅家，恨你爹，也恨你。继续说。我也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就不惜搭上南阳百姓所有人的性命，也要让我死？哼，你不死，阿林怎么接替你的位置？你第一次和你爹上山剿匪，中枪昏迷了半年，我以为你当时就会死的，可你为什么还能活下来？我和阿林这次回来，本来只想安稳的过日子，可是老太太非要逼我，那我只能送她一程了，她活该。傅南城，他是故意激你的，别激动了！开枪啊！你闭嘴！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，否则下一个可就是尹新月！开枪啊！你有本事开枪打死我呀！对不起啊，让你嫁进了一个如此不堪的傅家。我嫁的是你，不是傅家。督军，出事了！那日本人炸了苏城和越城，立刻通知全军集合。是。哪儿都别去。小姐，督军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可乐，去把所有的金条换成药和粮，能换多少换多少，全部送去督军府。可小姐不是说过，乱世之下只有金条和小命最重要吗？若国土丢失，二者皆虚。此刻我才明白，在这个时代，哪怕是生离死别，我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去悲伤，因为到处都有需要我们奔赴的新的战场。3万兵去苏城，5万兵去越城，和谢先生会合，务必把国土给老子守住，别给老子省子弹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傅家军不死不退，不胜不归。傅家军不死不退，不胜不归，不胜不归。出发，向后转，跑步走。剩下2万兵跟你留下，守住南阳，保护好夫人。督军放心，我在，南阳在，夫人在。你不一直想跑吗？现在你有机会了。傅南城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我等你回来。傻瓜，这次别等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如果我……闭嘴！如果你不活着回来，我就让他管别人叫爹。你一定要替阿爸好好陪着阿妈。督军，该出发了。
夫人，回家吧。督军上战场，从不回头。为什么？不回头，无牵挂，不盼归期。傅南城，14年抗战，我们绝不离婚。却还是失去了你。尹新月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！挑起重担，继续坚强负重的前行，用我的余生。别老子打，立刻子弹与别了！把子弹全给老子打完！给我停！给老子往死里打！傅南城，学姐，又做噩梦吗？我梦见傅南城中了好多枪，他身上全都是血。可乐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没事的，这梦都是相反的，督军一定没事。肚子好痛，少妈妈！可乐好疼啊！夫人，用力呀，坚持一下，再用力点啊，夫人，用力！这可怎么办呀？少妈妈，小姐昨晚做了噩梦，接着就发作了，就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丫头，说什么呢你？夫人，咱们再用点力啊！再用点力，夫人，加把油啊！小姐不能睡啊！小姐你别睡，赶紧收拾东西，马上带着小小去香港。爹，工厂马上就要建完了，现在走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还他妈管什么工厂？东瀛人马上就要轰炸南阳了，不出半个月，南阳定会成为一片废墟。明白。傅南城，这一次南阳可是要彻底沦陷了。小姐不能睡啊！新月，起来！你先疯了你！新月，听不到我说的话吗？尹新月，尹新月！夫人用力呀！生了，夫人是个小少爷，长得和督军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前线有消息了。夫人，快收拾东西，我送你们去香港。东瀛人马上要轰炸南阳了。傅南城怎么样了？督军临走前说过，让南阳出事以后，我立马送你们去香港。你快去收拾东西，可乐，快！我问你傅南城呢？前线还没有消息，没有消息预最好的消息。夫人，你刚生完孩子，夫人为什么会突然轰炸南阳？好，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去问。夫人，督军他早就沦陷了。你说什么？半个月前，傅家军全军阵亡，新月人口
半个月前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夫人怀着孕，我不敢说。这是杜鹃出门前夜给您写的一封信。邱夫人，快跟我走吧。邱夫人，保住杜鹃唯一的孩子。小姐，夫人，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可乐，这是我娘生前留给我娶媳妇的，我想我以后也用不上了，就留给你当做纪念吧。以后也可以当做你的嫁妆。李副官，你老叫我李副官李副官的，我是有名字的，我叫李朝阳，永远面朝阳光的朝阳。以后给我立碑，不要写错字了。我让新华调了2万尹家军过来助你。夫人放心，只要我李朝阳在一日，尹家军、傅家军定不死不退。快上船吧。尹新月，傅南城，这一次，你能不能再抓我回去一次，夫人？小姐，无期新月，见字如晤。你聪慧过人，潜心已然知晓我结局。吾今以此书与汝有别矣。吾知爱汝，即此爱汝一念，是吾永于旧死也。吾自遇汝以来，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，然遍地星月，满街狼犬，是吾辈入情色。勿怪世间无真情，是吾出浊世，未见人间生死，被执念无是挽救于万一。吾岂信难成此生，不负天下，为父前妻。你现在立刻前往上海，完成潜伏任务。这是你的新身份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把孩子托付给了可乐和赵妈妈，再次回到了这片土地。我无法心安理得地苟活着，我夜夜梦魇的画面都是这片土地的哀嚎，是同胞用身躯挡住枪口的惨烈。此时的南阳已经被新政府接管，东瀛人也在这片土地插上了旗，就连傅家老宅也被东瀛人占了。几经辗转，我成为了一名我党地下组织成员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脊梁不会弯，我们不会输。首长好。林轩同志，组织需要你马上去上海完成一个特别任务。这是你新的身份，你要立刻记住上面的一切。组织有一个特别情报员在上海76号前门，他的身份上有一名港城警卫夫妻，所以组织决定派你过去，以夫妻身份配合他完成任务。
那他在76号的身份是？他的身份是最高保密级别，他会联系你，并告诉你接头方式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先生在等人吗？是。听闻城南的花开得正好，不知先生可愿陪我去看看？抱歉，夜色将明，我还要陪我的太太去赏月。你好，程先生，我是你的太太，宋芝。你好，程太太。如花似梦，是我们短暂的相逢。我在拍花絮。心痛，回忆潜在残月中，相思太深，难承受，正在痴人梦。那第二句词就可以忘，第二句今生已不再寻觅，去的容颜，叹息，冷情话一场，有过往，今生花间痴梦，寂寞或鸳鸯，相望，是我在蹉跎情中，今生不懂，人憔悴，血在眼中。